如果我们将乔布斯被迫离开苹果视为第一次危机，这场公司控制权的争夺差点将苹果推入破产的深渊。好在乔布斯在不久之后回归苹果 ，Mac、iPad、iPhone， 甚至是今天的主角 Apple Store， 都让这家公司重回公众视野。但这一次，乔布斯再度离开苹果，并且这一次人们都明白，乔布斯永远不可能再回来了。苹果这家刚刚恢复元气、开始走向正轨的时候，迎来了他第二次至暗时刻。现任 CEO 提姆·库克接任，迎接他的并不是鲜花与掌声，除了外界的质疑，还有大量的人才流失。Siri 创始人达格·吉特罗斯，苹果全球安全副总裁约翰·特里奥特，负责 iPod 和 iPhone 的工程技术副总裁大卫·塔普曼，被认为是乔布斯接班人的高级副总裁斯科特·福斯托尔，以及刚刚上任半年就匆匆离任的零售业务高级副总裁约翰·布劳伊特，甚至苹果设计的核心人物 John Ive 也在2019年离开苹果。这些人几乎覆盖了苹果所有业务，换做其他公司，这些核心人物的离开肯定会给公司带来灭顶之灾。但事情并没有按照往常的剧本走下去，不断突破天花板的市值 Apple Watch、iPods、Apple 芯片、流媒体服务，直到今天的 Vision Pro 以及遍布全球的 Apple Store， 都将苹果这家公司不断推向更高的市值。不光没有出现第一次乔布斯离开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除了提姆·库克本身的商业洞察力以及执行力之外，乔布斯所留下的遗产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为大家讲述这份遗产到底是什么，它又是如何帮助苹果度过危机，创造商业奇迹。它虽然神秘，但又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的呢？ Is that it's through the team, through that group of incredibly talented people bumping up against each other, having arguments, having fights sometimes, making some noise, and working together, they polish each other. And they polish the ideas, and what comes out are these really beautiful stones. Yeah. So it's hard to explain, and it's certainly not the result of one person. I mean, people like symbols, so I'm the symbol of certain things, but it really was a team effort on the Mac. 这是乔布斯被他自己引荐来的 CEO John Scarlett 排挤出苹果，经营自己新公司 Next 时接受的记者采访。而这段采访18个月之后，苹果收购了 Next， 乔布斯也得以重回苹果，重新掌控这家公司。乔布斯不光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经常会故意让团队气氛变得紧张。不仅如此，他还会否定员工的想法。像 John Ive、提姆·库克这两位也在采访中提到，和乔布斯待在一个房间，就像空气被抽走一样。随后，主持人问道 But there are also people who now say that they don't have the energy anymore to work for you. Sure. Oh, I think if you talk to a lot of people on the Mac team, they will tell you it was the hardest they've ever worked in their life. Some of them will tell you it was, the happiest they've ever been in their life. But I think all of them will tell you that it is certainly one of the most intense and cherished experiences they will ever have in their life. 这里就有一个矛盾，乔布斯会刻意营造团队内的紧张气氛，把员工逼到死角，员工也认为他这么做是非常不人道的，但却愿意与他一起工作，并认为这是这辈子最难忘、最珍贵的经历。这是为什么呢？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 Fearless Feedback， 它是一种沟通技巧，一种反馈机制。在第一期视频中，我们曾说过，当零售业出身的罗恩提出需要重新设计零售店布局时，乔布斯大发雷霆，但听过罗恩的建议后，他还是按照罗恩的想法推迟零售店开业时间，重新按照产品功能划分零售店区域。在这个故事里 Fearless Feedback 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首先，我们将 Fearless Feedback 拆解开来。 Fearless 意指无畏、不害怕，也就是罗恩在想到应该用产品的功能来划分区域的观点时，并不会因为要推倒过去的努力重做而让乔布斯大发雷霆，从而选择为了保住工作隐瞒自己的想法。如果没有勇气提出反馈，为了保全自己而选择沉默，领导者就无法察觉影响公司命运的潜在威胁，更无法做出有效判断，给出更利于公司发展的决策。就如同崇祯吊死前所说诸臣误我一样，大厦将倾，无法挽回。
Fearless 可以让团队成员无需隐瞒自己的想法，当发现事情不对劲或者有更好的提议时，就会勇于说出自己的观点，而基于这一点给出的 feedback 可以让团队一直保持活力和前进的动力。在苹果的组织架构如何为创新服务的文章中提到，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能表达自己的观点，领导应该持有强烈的、有根据的观点，并有力地倡导这些观点。但当有证据表明其他人的观点更好时，他们愿意改变主意。作为领导，不能因为害怕出现冲突或者破坏同事之间的关系，就对问题闭口不谈。那乔布斯是如何让罗恩有这份勇气的呢？这就是看上去简单却蕴含无限奥秘的 feedback。feedback 的含义相对简单，理解起来可能有些复杂，这一段也是本期内容最核心的地方。虽然篇幅较长，但它也能在你的工作、生活甚至感情当中都能让你轻松应对各种复杂问题。说它简单，是因为这个词在这里仅有反馈一个含义，并无其他解释。和 Fearless 放在一起，我们可以翻译为无谓的反馈。所以在很多人看来，我们只要发现问题并且说出来就行了。可在乔布斯看来，反馈并没有那么简单，要给出别人能接受的、有建设性的反馈，也是需要思考的。首先，我们将反馈的意图分为两种，积极的和消极的，将反馈的内容也分为两种，具体的和笼统的。积极的指的是比较正向的行为，比如你今天穿了一件很好看的衣服，你做的 PPT 很认真，你今天又谈成了一件生意等等。消极的指的是比较负面的行为，比如你搞砸了工作上的某件事情，考试没有考好，你忘了纪念日等等。具体的是指上面的行为给出的反馈内容是否谈及事情的具体原因。笼统的则是指用比较简单的词语概括事情的经过或者结果来给出反馈。这样说大家可能比较晕，我们用坐标轴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它分为积极笼统、消极笼统、积极具体以及消极具体。积极笼统的反馈在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比如你今天精心打扮出门，男朋友对你说你今天很漂亮，你心里肯定会开心，但这种夸赞是否真心实意，还是阴阳怪气，还是仅仅客套一下，很难让人分辨。即便对方是真心实意，也并不会让你印象深刻。消极笼统比较常见，比如你搞砸了手里的工作，你的老板说这个人也太笨了，这种事情也能搞砸。我们听到这样的话，通常心里会不舒服，下意识的想为自己辩解，甚至觉得委屈、别扭。而积极具体呢，这种反馈方式要求提出反馈的人针对某一件具体的事情进行反馈，比如同样都是夸赞你今天真好看，如果换一种方式，你今天戴的耳环非常好看，和你的衣服非常搭，所以我觉得你今天非常非常好看。这两种表达方式，你更能接受哪一种呢？这种经过自己思考之后给出的反馈会更有说服力，也会让你印象深刻。同样的，消极具体的反馈也是要求给予反馈的人需要针对具体发生的事情进行反馈，同样都是你这样做不对，反馈者需要指出到底是哪里不对，而不是一言以蔽之。虽然同样都是指出别人的错误，但导致这种错误产生的原因，而只是笼统地表达出你这样做不对，则会将矛头指向你我之间，变成了一种单纯的指责。这样一来，也很容易让人产生你是在针对我的错觉，误会和矛盾就会随之产生。即便是你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一些错误产生，你也不会愿意为之成长。比如在电影《穿 Prada 女王》中这一段，当他的老板听到女主不屑的反应时，并没有一味的去指责她的行为不对，而是给出非常非常有建设性的解释。 However, that blue represents millions of dollars and countless jobs. And it's sort of comical how you think that you've made a choice that exempts you from the fashion industry when in fact you're wearing a sweater that was selected for you by the people in this room from a pile of stuff. 这也让女主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时尚界的理解，从而获得了在工作上的成长。 Feedback 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应该给出更加具体的反馈。不光苹果坚持这种反馈原则，在教育领域中同样重要。比如我国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就曾提出，希望担任训育的人，第一要打破宽严的观念，要在宽严以外去谋解决。真正的训育是品格修养之指导。教育的本质并不是要针对孩子本身，例如单纯的体罚和指责，只会让孩子不愿意与你沟通，害怕说出内心的真实想法。而如果我们给出具体的反馈，是针对事情所带来的后果，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孩子就能明白自身问题所在，要改善的是自己的问题，
而不是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仔细回想一下我们生活当中笼统的反馈随处可见，这件衣服好看吗？好看。这篇文案怎么样？还行。这种笼统的反馈虽然有积极的有消极的，但给人的感受总是会有一些对人不对事的挫败感。在日常生活中，夸赞别人或者批评别人都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但如果能在恰当的场合给出针对别人行为的夸赞和批评，帮助会更大。让我们再次把视线放回苹果，罗恩开诚布公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并且非常具体地说出推倒重来的目的，并不是否定乔布斯，而是为了让顾客在零售店拥有更好的体验。利用产品来划分区域，会和传统零售没有区别，改变零售店一说也变成了空谈。乔布斯即使再愤怒，也会被罗恩的建议说服。这也是为什么乔布斯最终同意了罗恩的想法， Apple Store 也得以焕然一新，在零售业有自己举足轻重的地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罗恩是在什么时候找到乔布斯？是在这个想法一成型就去了，并没有拖延，并且是在乔布斯和团队见面之前单独和他说的。这里就有时效性和注重场合两个重要信息。当我们给予他人反馈的时候，应该是发生事情的当下，而不能过几天或者以后再说，这样就给人一种翻旧账或者不被尊重的感受。而如果在人很多的地方给反馈，不顾及场合，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小时候，如果父母当着很多人的面指责你，哪怕给出非常具体的反馈，也会让你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情。虽然要注重时效，但也要注重场合，或者征求他人同意之后，尊重和真诚才能得以体现。所以 fair feedback 应该是指导和鼓励，带有真诚和积极意向的给出或者接受反馈，而不是情绪化的指责或者程序上的处罚。Fair feedback 不光能在一个公司组织中发挥作用，在其他领域也同样能力挽狂澜。比如英雄联盟比赛中， WBG 在新赛季花大价钱组建了一支银河战舰，每一个人拿出来都有数不清的名场面，但在春季季后赛中，他们以一轮游的方式惨淡收场，完全不符合他们的身价与竞技水平。外界最大的质疑不光是这几位选手的能力和状态，更在于教练侯爷无法管理几位选手上。下届赛 WBG 直接更换教练，现任教练丹尼上任后直接指出 WBG 问题所在，队员没有良好的沟通，他们也是人，也会有在比赛出现劣势的时候有情绪问题，如果因为害怕冲突而选择不说出来，或者仅仅是宣泄情绪，那么队伍就不会前进。他认为教练在这个时候能做的是告诉队员不要指责对方，而要批判对方。指责和批判的区别就在于后者告诉对方如果你这么做就更好了，而前者更像一种情绪宣泄，会让对方感觉你是在针对我，从而影响队员之间的配合，导致比赛失利。在失败局采访中，丹尼教练也不像之前侯爷一样一味地将责任归咎在自己身上，而是直接点出选手的名字，指出他的问题。这种行为本质上和乔布斯刻意营造紧张气氛是一样的。虽然这样做会让刘青松选手感受不好，毕竟没人愿意在记者面前让自己教练点名，但丹尼教练也说出了刘青松的具体行为，并且给出了解决方案。在对方着急的时候，不要一味的冲锋陷阵，这个是需要改进的地方。这也是 fair feedback 所倡导的，在批评别人或者给出消极反馈的时候，一定要具体到行为，也一定要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否则就会被别人认为是在甩锅、发泄情绪，对人不对事儿。在找出沟通问题后， WBG 在夏季赛的表现开始有了明显改善。在丹尼教练的带领下， WBG 从春季赛一轮游到夏季赛以最劣势的排位打败滔博 EDG，成为 LPL 4号种子，成功晋级世界赛。在电子竞技这种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世界里，一个好教练不光会给出消极具体的反馈，更会给出积极具体的反馈。例如京东教练 Homie 对上单选手和中单选手鼓励时，会首先肯定他们的竞技水平，然后再给出一个合理的建议。你已经玩得很好了，我们也相信你的能力，你现在要做的只需要更加自信，更关注敌人，把自己没发挥好或者发挥好的视频多看一下，你是玩得好的，也能玩得好的选手。这样比一句简单的你发挥得很好要更有诚意，也能让选手获得更有价值的成长。无论是上单选手369还是中单选手 Knight， 在 Homie 教练的调教下获得的成长和成就以及自信，都是之前队伍所无法给予的。
基于针对行为给出具体反馈的原则， Fairly Feedback 可以非常有效地构建一段关系，无论是爱情、亲情、友情，还是同事之间的关系都会非常融洽。没有惩罚式的反馈，也会让你更有领导力。开放式的交流，彼此交换意见，也会创造更多学习机会。团队成员之间也会彼此成长，持续不断地保持进步，保持活力。这一点在苹果的招聘文案里面也有所体现。我们可能会持不同的观点，但互相尊重、坦诚讨论的原则并无二致。我们支持不同的想法，对观点进行论辩，最终在彼此的思维上缔造最优秀的解决方案。同时，在苹果官网中，在提及企业文化的部分里也说到，这里有丰富的资源和注重包容、成长和独创性的协作文化，助你缔造精彩人生。允许不同观点的包容性、互相尊重、坦诚的原则，这3个关键词组成了苹果内部沟通的准则，也是乔布斯留下最宝贵的遗产 Fearless Feedback。 在罗恩离开苹果，甚至是乔布斯的离世，现任高管仓促离开造成的危机，都没有让苹果陷入完全的被动，反而无论是 Apple Store 还是苹果整家公司的业绩都能继续保持高增长。也是因为 Fairly Feedback 可以不断提醒团队成员，我们是基于改变世界这一伟大目标前进，无论谁的离开都不会动摇这一点。正是因为 Fairly Feedback 这一沟通准则，苹果才能一次次度过危机。他们不会因为害怕承担后果而放弃说出自己的想法，也会避免很多潜在风险。同时，也正是因为 Fairly Feedback 可以1对1进行反馈，所以在构建一个充满创造力的团队时，乔布斯可以自信地说出 I found that when you get enough A players together, when you go through the incredible work to find 5 of these A players, they really like working with each other because they've never had a chance to do that before. And they don't want to work with B and C players, and so it becomes self-policing, and they only want to hire more A players. And so you build up these pockets of A players, and it propagates. And that's what the Mac team was like. They were all A players. And these were extraordinarily talented people. 乔布斯创造的反馈文化可以让团队所有人畅所欲言并引以为傲，同时也不会因为说出内心的想法而遭到行政处罚。相反，团队中的每一个人都坚信给出反馈会被树立为榜样。在公司遇到问题时，团队成员也会基于我们要解决问题的目标给出反馈，而不是为了保住工作选择沉默，或者趁机组成自己的利益团体，借机报复其他成员。所以在苹果，你能看到很多桀骜不驯、特立独行，甚至会惹是生非的人。这些不好相处的人却能凝聚在一起，打造出改变世界的产品。我们也能在一些资料中了解到， Fairly Feedback 也被带到了 Apple Store 当中。当我们走进苹果零售店，会感觉那里的员工更像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他们会鼓掌迎接你的到来，也会用自己的例子为你讲解产品特点，会根据你的需求打造属于你的解决方案。这些都是在 Fairly Feedback 的基础上，保证了他们可以充分表达自己，展示自己。与其说这里是一家零售店， Apple Store 更像是一个鲜活的社区而非零售店，是苹果一直所倡导的零售文化。 Fairly Feedback 解决了苹果内部沟通的问题，让这家市值万亿的公司在遇到问题时可以更加聚焦问题的本身。对于构建一个社区而言， Apple Store 更像是一个聊天、聚会、娱乐的地方。社区和销售似乎是2个对立面，那苹果是怎么做到既能构建一个充满活力的社区，又能做到每年都能贡献数以百亿的营收呢？下一期节目，我们将为大家详细讲述苹果是如何创造出一个充满活力的社区，创新社区在发展期间又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问题的解决方式在人际交往中同样受用，如何构建关系、维护关系，如何与他人更好的沟通，通过这些引出苹果另一大宝藏 APPLE 5步工作法。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节目吧。